当皇帝及真理的世界第一次正面撞上神权高于世俗的观念，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一个自称天朝上国的文明会对一位赤手空拳、毫无政治野心的传教士关上所有的门？为什么一个号称礼仪、仁义、秩序至上的帝国，却对思想、信仰与外来真理表现出近乎本能的恐惧？圣沙乌略没有能进入中国，并不是个人能力的极限，而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中国文化系统对一切不可控之物的本能排斥。它距离中国只有30海里，却被一道由近海、皇权与意识形态共同铸成的铁墙彻底隔绝。这一章真正揭露的不是传教士的软弱，而是一个把皇帝及真理奉为宇宙秩序的体系如何拒绝任何可能制衡它的力量。神权之所以被视为威胁，并非因为它危险，而是因为它让权力第一次不再是唯一的太阳。当一种可能制衡皇权的神权撞上了一个皇帝及太阳及真理的集权体系，为什么中国式皇帝会显得像个排斥成长的巨婴？沙乌略的伟大正在于他明知这扇门不会为自己打开，却依然选择成为第一个敲门的人。他的失败并非无意义的牺牲，而是后来一切突破的起点。这不是一段悲壮的个人史，而是一场文明的照妖镜。这不仅是传教士的入华前传，更是两种文明逻辑最早的一次硬接头。到底是什么样的代价才换来了后来那扇大门的裂缝？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第2卷第1章，圣沙乌略努力要进入中国，但未成功。为了对这次传教的创始者和发起人，以及对这次远征的本身公正起见，我们的叙述必须从方济各沙乌略这个名字开始。最初的想法和实现他最早的努力都是他的。他的死亡和葬礼导致了传教的最后成功。这一情况证明他对创始者和奠基者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我们深信，当他向他的同道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他从他在天国的地位所成就的事业，远超过他在人间奋斗一生中出于热忱而所产生的影响。沙乌略是第一个耶稣会士发掘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无数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的。他也是第一个抱有希望在他们当中传播信仰的人。他的一些传记作者已经谈过了这里叙述的有关他试图进入中国的一系列事件，但我们认为，为了我们故事的完整，仍有必要稍微详尽地把它们复述一遍。所复述的仅限于与本书有关系的部分，系采用自《耶稣会史》其中的第1卷，是最近出版的。当沙乌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欺凌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于是沙乌略决心必须尽早地访问中国，使中国人能从迷信之中归一。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更容易争取日本人，并把福音从中国带给他们了。他从日本沿中国海岸到印度的返航途中，曾在上川岛停留。当时在澳门城兴建以前，上川岛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贸易地点。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位老朋友，名字叫做艾迪郭·皮莱拉。他是一个富有的勤勉的商人，也是一个有经验的航海家，正准备不久之后就驶往印度。沙乌略把他想到中国去并拜访皇帝的计划告诉了皮莱拉，并且规划了他想加以实现的方式。因为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而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所以他打算返回印度，为果阿的总督和主教组织一个赴中国朝廷的使团。那样的话，他本人就能附属于这个使团，并且一旦他获准进入中国，参见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向中国人宣传福音了。如果允许的话，就公开传道，否则就秘密进行。
这位圣人显然还不知道中国普遍的情况，只根据他在别国的知识来估计他的事业可以取得成功。皮莱拉对这次冒险很热心，并认为使团如果携带些礼品将会是有帮助的。他把他的船以及他的财物都交给了沙乌略使用，并且出于他真诚的兴趣，他把3万金币送给了沙乌略，还派名仆人陪他到果阿。我们要在这里叙述一下这位圣人著名的旅行，但是与本故事没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我们将省略。沙乌略抵达果阿后，把他的计划呈送给印度总督阿尔方索·纳瓦尼亚和果阿的主教加瓦尼·阿尔布奎尔克。在皮莱拉的帮助下，他们组织了一支赴中国的使团，而作为这个使团的一员，沙乌略本人将有办法进入条条道路都向外国人严密封锁的中国。使团按计划组成，因为皮莱拉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并同情沙乌略的意见，他就被任命为使团的团长。这时他在马六甲，暂留在那里准备赴巽他岛。同时，在等候沙乌略返回马六甲时，他的代表们不惜一切在准备这次远征所必需的东西，收集适用于这一情况的礼品。1个月之内，沙乌略的启程已一切准备就绪，他自然对前景非常高兴。文件和证书已经从总督和主教那里领到，为进贡皇帝的礼物也已经准备妥当。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处理会务，把他离去期间的正常管理事务安排好。沙乌略在1552年4月14日离开果阿，抵达马六甲时，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拜访他的朋友阿尔瓦列斯特伊蒂阿总督。他给总督带来了海外省长官的正式任命状，这是沙乌略为他从果阿总督那里取得的。这样，尽管没有可以担心的正当理由，他仍然觉得如果引起此人的敌对情绪，此人就能妨害使团，使之延期。他认识到这次使命的重要性，并且知道魔鬼从不睡觉，所以始终有些心切，唯恐发生什么事妨碍他顺利的开端。他不断告诫他的仆人热诚祈祷他的成功，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向特伊蒂阿表示好意。结果确实证明了他的担心很有根据，他的讨好没有发生作用。从一开始他就已经感觉到，如果这次荣誉而重要的远征交给皮莱拉来领导，特伊蒂阿就会加以反对。航海家尚未从巽他岛归来，但当他归来时，沙乌略就诚恳地劝他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千万不要惹起争论，整个问题留待特伊蒂阿去处理。如果必须与他和解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表现出平静和谦逊。这位总督此前并不是皮莱拉的朋友，对皮莱拉获得新的荣誉感到十分恼火，马上造谣说该城处于被围困的危险中。他说他担心该地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防守，便禁止皮莱拉离开该城。他的船被扣留在港中，为了保证这一点，他还叫人把船舵卸下来交给他本人。局势的严重使沙乌略惶惶不安，鉴于这件事的重要性，他就请了他们共同的几个朋友，都是本城的显要人物，低声下气地祈求特伊蒂阿不要阻挠福音的传播。沙乌略要他们以基督的名义请求他不要阻止沙乌略随使臣皮莱拉动身去中国，而皮莱拉是被印度总督合法地任命为团长的。请求遭到拒绝时，沙乌略就在他的信件中加进了恐怖的声调，诉说特伊蒂阿给他自己的事业造成了何等严重的危害。于是马六甲教区主教兼主教区总主教弗兰西斯科·苏亚雷奥带着主教的信函去见总督，严厉告诫他对这件重要的事情要三思而行。此外，并劝告他不要因拒绝主教的命令而自己招惹国王的震怒和上帝的不快。然而，无论是总主教的责备还是主教的信函，都没有使他丝毫改变态度，反而使他比过去更加顽固。最后，当时尚未把总督权移交给特伊蒂阿的弗朗西斯科·阿尔瓦列斯亲自带着葡萄牙国王的信去见总督。国王在信中说，他派沙乌略到印度去，是要他向整个东方传播福音。和这些信件一起，他还拿出果阿总督的命令，
说任何人故意阻挠赴中国的使团，就是对皇上的犯罪。特伊蒂阿在大庭广众听到宣读这些文件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气得跺脚，喊道：果阿总督的命令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只知道取消这次旅行才对国王最有利。直到这时为止，沙乌略从未行使过他作为教皇使节的正式职权。然而他现在觉得必须不再客气，好让这个顽固的长官心里畏惧上帝。虽然他不愿意这样做，最后还是出示了长期收藏的文件，上面认他为教皇的使节，并授权于他把任何顽固阻挠他进行传教活动的人逐出教门。在这里加一句，在基督教的教区内，有教权能制衡国王的政权，这一点比中国文化里皇帝就是天子，就是唯一的太阳的设置要好很多。在中国这种政权大于一切的体系内，很容易把集权思维发展到极致，然后导致一个系统的崩溃，然后还是没有反思和跃迁，躺在泥潭里原地打滚，如此重复几千年，显得特别巨婴。好，继续回到这本书。他出示文件的目的并不在于进行惩罚，而在于提供一个避免他的机会。进行威胁深挚的任务交给了总主教苏亚雷奥，他径直去见总督，但不如说是作为父辈，而不是作为法官。他说明了被逐出教门的充分分量，然后他以十字架上基督的名义请求他不要明知故犯，把自己投入这种悲惨致命的不幸境地，那最终必定导致声名狼藉。最后他请求他不要犯罪，使自己的灵魂难于解脱，而他本人也难以指望逃避上帝的惩罚。教皇的权威和灾难的胁迫对这位总督顽固的意志没有产生丝毫作用，恐吓只使他更加顽固不化。更糟的是，他错上加错来为自己开脱。他极力丑化沙乌略的人品，散布流言说沙乌略在圣洁的幌子下伪造了宗教的信函，为的是树立起发现了新国家的名声。整个争论的结果是，沙乌略的好像是被上苍所鼓舞的全部计划，仅由于一个背叛者的妒忌而变成一场空。为了对付这种狂妄和跋扈，沙乌略被迫采用了严厉的处罚，为的是给其他可能受唆使去阻止传教的人树立起一个榜样。他的做法是通告新任命的沿海省长官说，他和他的帮凶走卒都被开除出教，禁止行神功。他采取这一极端措施的目的并不是要增加他们的苦难，而是要提醒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并提供可能加以补救的办法。后来他从上川岛致函果阿的神学院长加斯帕尔，要他以主教的名义把革除教门的事公布于众。在他辛苦的一生所曾遭到的考验和失意中，没有比这次计划的失败更影响沙乌略的了。满腔传播基督教的希望却被一个根本不指望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化为乌有。但是对上帝的荣光和灵魂得救的热情并没有休眠，他反而激励和鼓舞他所感染的人心。正有如沙乌略所将要证明的那样，他的灵魂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那个长官的命运而悲伤。后者的罪行已经把自己置于惩罚临头的地步。确实，这一点他是太清楚了，以致他公开宣布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将会马上使他得到应有的制裁，影响到他的财产、他的人品以及人身。这预言很快就实现了。阿尔瓦列斯·特伊蒂阿害了麻风病，公开被控犯有种种罪行，并由于藐视果阿总督的职权而被逮捕。因为他有权授权给沙乌略，最终被定为叛逆罪，带着锁链被送往果阿，又从那里转送葡萄牙，在国王面前受审。他被判剥夺财产，当众受辱。他似乎真正遭到天惩，死于可怕的疾病，为社会所唾弃。突然失去了像使团那样有希望的援助，却只是增强了沙乌略的坚定和他的信心。得不到人类的帮助时，就更要寻求上帝的帮助。于是他研究进入中国的新方法。首先他考虑博得某个愿意把他偷渡到中国大陆的中国商人的友情，或者必要的话购买得到这种友情。中国朝廷的告示威胁说，要把未经官方允许擅自在中国登陆的外国人打入大牢。
但这对他拯救灵魂的热诚并无妨碍。作为囚犯，他能够在他的囚友中播下宗教的种子，而当他们获释时，他们就会把它在百姓中传播开来。至于他自己，他如能一旦获释，就要马上宣传有关基督及其法令和学说的知识。得到一个异端的帮助而获得成功的这种想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气，而这是由于一个基督徒的错误，使得他失败了的。抱着这个念头，他带着一名中国翻译和另一同伴离开该城，踏上冒险的旅途。临行前，他预言该城要遭到很多可怕的灾难和惨痛的祸患。当他准备启程时，城里的一些官吏来见他，当地的牧师委婉地提示他去向前总督告别。主教解释说，如果他离开而不向当局做一次正式的拜访，那就会引起流言，看来好像他是被愤而离去的，或是被撵走的。沙乌略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向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行臣服礼？我永不要再见他，他也不要再见我，在今生和来世都一样，除非是我在约撒法的山谷中当着审判者耶稣的面控告他。他说着这番话时，就转到附近一家教堂去，跪下来合掌流泪，祈祷上帝帮助。他的言语动人，四周的人都听得见。他这样以祷告的姿态停留了一阵，光注视着地上，然后他站起来，容光焕发，神情肃穆，在围聚着的人群众目睽睽之下，按福音的教导脱掉他的鞋，抖掉鞋上的泥土。这个举动引得旁观者眼里流泪，使他们的灵魂充满一种告警的恐惧感。作为他们的修道长，他命令每个耶稣会士都离开马六甲城。他从他启程的船上向皮莱拉致函告别，亲自去见他会增添他共同的伤感，而他的意思是要减轻朋友的愁苦。为此目的，他在信中向他许诺，他近来遭到的打击和损失会马上得到更荣誉、更有力的补偿。这个许诺由于沙乌略自己通过葡萄牙国王的推荐信而得到实现，其结果比皮莱拉所能梦想到的更加光荣而幸运。沙乌略在7月乘皮莱拉的船出发，这艘船过去是由特伊蒂阿的心腹船员驾驶的，现在以他的名义开船，而船的主人仍被拘留在马六甲。在新加坡海峡短暂停留时，沙乌略再次写信安慰他的朋友皮莱拉。他们途遇顺风，离开马六甲没几天，就看见了中国海岸。上川岛是一个离中国海岸约30海里的荒芜岛屿，当时它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贸易点的所在，只有一片用树枝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沙乌略到这里时，一心想着他的远征，他马上到葡萄牙和中国商人中间去，询问有什么法子可以进入中国的城市。他获悉，通往大陆的每条道路都被警卫封锁和防守着，外国人要登陆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已有极严厉的布告，禁止外国人入境，也禁止当地人协助他们这样做。他一点都没有被这种威胁所吓倒，但既然没有别的方法进入中国，他就公开表示要用种种办法偷渡，而且一旦入境，就直接投到当地官员那里，宣布他的使命。葡萄牙人认为这种努力看来是太大胆、太危险了，他们有的人想办法劝阻他不要去冒生命的危险，或者沦为囚徒。对此，他豪爽地回答说，为了拯救中国人，他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关于中国人的天赋和资质，他已经听说的那么多，铁链和苦役甚至暴死都在所不顾，因为这是关系到多少灵魂从永世沉沦在永恒的奴役之中得救的问题。在这种困境和忧虑中，他害了场热病，持续了2个礼拜，但一有康复的迹象，他就以更大的热情再去寻找一个愿意把他带进中国的商人。他希望争取到无论东方人或是欧洲人，所以时而向这个人，时而向另一个人表示自己正要委托给他一个大秘密，然后极力劝说他来参与这样一桩值得称颂的事业。他们会听着，但是一想到这样一件要冒财产甚至生命本身的危险，他们的耳朵就怕得嗡嗡响。因此他发现没有人愿意分担这种危险，
他的同伴生病的越来越多，并且事情看来确实绝望。他觉察到他的翻译安东尼奥原来是在古阿的学校求学的，由于缺乏练习而忘掉了他的土语，实际已经变得没有用了。有那么多的困难在围绕他，甚至希望似乎也要消失了。但他突然从预料不到的地方找到了新的勇气，获得了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翻译不仅熟悉他本国的语言，而且精通他的文献，愿尽义务从事这一计划中的远征。接着他意外遇到一个忧郁不决的商人，终于用许愿把他争取过来，但主要是靠奉送了价值超过200金币的胡椒作为礼物。这是他的积蓄，是商人们给他的布施。这个商人同意送沙乌略和他的翻译在中国海岸的某处登陆，还有包括几本书在内的少量行李。为了努力使计划保密，而不想把他的生命交给普通船员，这个商人船长决定让他的儿子们和心腹充当滑手，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偷渡，而且他还答应在登陆后把沙乌略藏在他自己的家里，直到他能够自己冒险去平安露面，并找到广东总督和盘托出他的使命时为止。整个计划是那样可怕，因此一当他为人所知，他的朋友们就赶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有双重危险，那个中国商人已经得到报酬，可以把他的旅客们投入海中，消灭一切订约的行迹，或者把他们丢到一个无名的岩石岛上饿死。再者，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正式国书进入中国，官员就会对他用刑，或甚至处死，或者把他监禁起来，终生服奴役。这一切对沙乌略说来都不是新东西。事实上，他已经估计到比这里所提到的更加严重的危险，甚而已经写信把这些告诉了他的耶稣会同道。他回答他的朋友说，如果由于恐惧感就从他根据神意而进行的使命中退却，那看来就是对上帝的旨意失掉信心。他又怎样能解释福音书所说的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将获得生命呢？最后，如果他一着手这件事，现在又退缩，那他就会认为自己已不配进天国。新的希望带来了新的力量，但也带来了新的困难。由于葡萄牙人的干预，或者因为危险的威胁，刚刚找到的那个翻译突然改变了主意，对这件事失掉了一切兴趣。这对沙乌略当然是又一挫折，但他的决心坚定不移。他决定和他原来的翻译出发，尽管此人已经远不能胜任这一工作。这时葡萄牙商人们受到他们自身的利害而非他的利益所驱使，决定进行有计划的干涉。他们先请求他考虑别人的安全，即使他毫不考虑自己的话。然后他们提醒他，如果他要强行进入中国，地方官员会被一个外国人的大胆的行为所触动，会对他们严刑处分以进行报复。倘若他真正决心尝试这桩可疑的运气，他们请求他至少把旅行推迟到他们可以有时间起航，并从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对此的回答是，他们不用为自身的安全和为他们的货物担心，除非他们远离到足以完全确保平安时，他是不会起航的。显然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当他们准备全体撤退时，他就准备好他个人的奥德赛式的冒险。接着看哪，又出现了另一件似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是他的朋友已经向他谈到了的。那个他所雇佣并且焦急在等待着的商人，在约定的时刻没有露面，怕被发觉，怕死，或者对他敌人的疑心可能使商人受不了。上帝的使者就这样被他的帮手一个接一个地所抛弃，直到只剩下来他个人的勇气和他对上帝的信赖。人间的援助越消逝，信仰就越增强，直到最后处在流言中出现的一线希望而外，已经没有什么依靠。暹罗的国王据说在准备向中国朝廷派出一个使团，若那个广东商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不露面，沙乌略决定他就驶往暹罗，尽一切可能办法在该使臣的岁元中获得一个席位。葡萄牙船只差不多都已经全部离开了，沙乌略把他仅有的一名长期患病不愈的同伴工友也随船送走了。印度对病人提供较好的气候，而他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
也就得不到什么帮助了。这实际上是把他所抛弃在上川岛上。他仅有的同伴是他的翻译和另一位中国青年。然而他那不可思议的热情和他那为基督而受苦的能力，却使他继续对当地的土著施以仁爱的关怀。与此同时，他一直在警惕地寻找那个与他谈妥交易的商人，仍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确实，看来就好像是上帝宁可高兴为了一桩差不多要完成的工作而奖赏他的仆人方济各，却不愿意他把这个工作胜利结束似的。也许这个帝国还没有准备好播撒福音的种子，或许更合适的是把它们保留给那些后来的人。是否为了他巨大的功劳，最好是奖赏给这位英雄以一顶天上的永恒王冠，而不是让他去开辟另一条鞠躬尽瘁的事业道路。在11月20日为一个升天的灵魂做完弥撒后，他又得了热病。尽管如此，他仍按他每天的习惯到港口的一艘船上去看望病人。他本想就留在那里的病人中间，但船舶的摇晃迫使他返回岸边。后来一个葡萄牙人发现他躺在旷野上发着高烧，并且为他可怜的状况而感动，所以就把病人送往自己的小屋，在自己的贫困所允许的范围内照顾他。小屋是那些建筑在海边上摇摇欲坠的茅舍之一，四面通风。中国官方禁止葡萄牙人建造任何种类的坚实房屋，他们的一切建筑都要在他们离开后任其荒废。主人要求给病人放血，使他好受一些。沙乌略十分痛苦，又知道岛上缺乏医疗方法，所以耐心地表示接受对他的任何治疗。放血使他虚弱的身子抽筋和痉挛，同时出现呕吐，手头没有可供病人吃的食物。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食物，只有葡萄牙海员带来的一点杏仁。由发热产生了食欲不振，以致整整2天他一点食物都没有吃，被消耗性的热症拖垮，毫无援助。病势每个小时都在加重，这一切他都那么平静安详地忍受。他不吭一声怨气，也不求人帮忙。唯一似乎使他失望的是，他是死在床上，或者不如说是躺在地上，因此就失去了他所渴望的殉道的桂冠，而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从他手里被抢走的。然而既不被得到这样一种崇高的荣誉，他很快就使自己服从于上帝的意志。一个人的真性格常常在病中表现出来。沙乌略在临死时刻的苦痛中也显示出已经使得他在高尚的一生里出类拔萃的那种同样崇高的勇气。他仰望上苍，和基督交谈，背诵着熟悉的诗篇段落，或者迸发出大卫之子耶稣怜悯我吧和圣母勿忘我等等。整整2天，他沉浸在祈祷的默想中。当他永别的时刻到来时，他举起十字架唉声叹息，好像要努力增强他祈祷的热诚。1552年12月2日，尽管沙乌略已经声嘶力竭，他仍在不断的祈祷中去世，享年55岁。那正是他在东方巡游传教的第11年。在他最后的祈祷中，他仍一心想念着中国的归信。他死后所出现的神异，他的圣体虽然埋在生石灰中，却仍然未腐的故事，还有他的遗骸运回果阿时所成就的奇迹，这些我们都留待他的传记作者去讲述。让我们现在就来谈他的耶稣会会友远征中国并且终于完成的真实故事。沙乌略在天上之灵必定是祈求上帝把这个国土开放的。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2卷第1章，圣沙乌略努力要进入中国，但未成功。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